美军不得用基地攻击中国。菲律宾总统的这句话，不要说美国听了是什么反应，就是菲律宾国防部长听了，估计也要忍不住喷血。大家好，我是肖云华。伴随着为期18天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拉开了帷幕，有关美菲关系走向以及对威胁中国安全的讨论也进入了白热化。菲律宾一改杜特尔特时期的合作政策，转而加强美菲军事合作，甚至新增4个军事基地供美军使用，其中1个基地离我国台湾岛只有400多公里。外界对于这件事情普遍看成是菲律宾亲美派的胜利，中菲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。不过让外界感到意外的是，就在美菲军方谈冠响庆之际，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旗帜鲜明的表态出乎所有人的意料。据菲律宾马尼拉公报近日报道，就在美菲联合军演启动之前，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明确表态，菲方不允许任何人使用在菲律宾的基地攻击中国。他坚称菲律宾只是要加强领土防御和巩固国家防卫能力。这句话不要说美国听了是什么反应，就是菲律宾国防部长听了，估计也要忍不住喷血。据了解，正是在亲美的菲律宾军方主导下，才最终决定为美军开放4个军事基地。在菲律宾军方的逻辑里，想要和中国争夺南海资源，就必须加强和美国的合作。当然了，同时还不可避免的要配合美军做一些不符合自己国家利益的事。菲律宾总统的这一席话，这哪是要打消中国的顾虑，明明是要断了美国的最后一丝念想，几乎就是要告诉美军，军事合作可以，但是一旦中美发生冲突，不许把菲律宾给扯进去。坦率地说，大家不会认为外界针对这件事情非黑即白的解读。菲律宾作为一个小国，经过前几任政府各种试错，如今似乎找到了自己生存之道。一方面，马克思在新年伊始就成为了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外国领导人，并和中方达成了丰硕的合作成果，同时也做出了不少振奋人心的承诺，比如说南海问题要由相关当事国谈判解决，反对外部势力干预。菲律宾能有这样的认识，中方当然表示欢迎，两国加强经贸合作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过这并不影响菲律宾和美方的合作，前提是不许针对第三方。如果菲律宾能够耍些外交手段，让美方认为菲律宾的发展做出大贡献，我们当然也乐见其成。当然了，菲律宾也要保证信守自己的诺言。目前菲律宾政府更像是在模拟新加坡搞小国大外交。当年新加坡充分利用自己在本地区的战略位置，和美国玩起了相爱相杀的游戏，然后在不向美国承诺太多的情况下，从美国拿到了足够多的好处，也为新加坡赢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。直到今天，虽然美国在新加坡有军事基地，但新加坡却保有相当的独立性。如果够细心，就会发现菲律宾也在玩这种非常巧妙的游戏。我们知道美方极力想要把菲律宾绑上美国的战车，而菲律宾则更希望美国能够帮助他发展经济。几乎是在美菲联合军演启动的同时，美菲两国外长和防长在华盛顿举行了2+2对话。根据菲律宾外长马纳洛的说法，必须讨论基地的职权范围、具体用途等等，双方都必须达成一致。而菲方顺势开出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价码，要求美方对菲律宾开放农产品准入，加大在菲律宾的农业、粮食安全、清洁能源、交通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投资。这一次叫价让美国防不胜防。拜登政府面对的是一个民族主义高涨的国家，开放农产品市场真的有些强人所难。而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，想要通过美国政府主导增加对菲律宾各行各业的投资，也是难于登天。不过在我看来，美军能不能用菲律宾基地攻击中国，全看美方的出价够不够高。美方最大概率还是会向菲律宾让步的，毕竟菲律宾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对美军来说太重要了。
菲律宾在拿到足够多的好处以后，也势必会向美国做一定程度的妥协。更直白地说，美菲正在用中国的国界安全做交易，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地方。菲方嘴上说美菲合作不针对第三方，但实际行动上很难完全撇清关系。而只要中方感受到安全利益受到威胁，我们就必定会有所行动。所以说这个局还有得看，就看美菲这场游戏能玩到什么程度了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